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全世界忽然像疯了一样，争先恐后的要重返月球？美国砸了930多亿美元搞阿提米斯计划，中国的长征10号火箭和梦舟飞船正在全速推进，印度刚在月球南极成功着陆，日本也派出了探测器，就连民间公司都开始抢着登月了。可是等一下，人类不是早在1969年就登上月球了吗？阿波罗计划6次载人登月，总共12个人在月球上走过，那可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既然去过了，为什么停了整整50多年？而现在又为什么忽然全世界都疯了？这背后绝对不是什么重温旧梦那么简单。今天这期内容，我们要从头到尾把这件事彻底讲清楚。你会发现，人类重返月球的真正原因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惊人，更加现实。甚至可以说，谁先抢到月球上的某些东西，谁就可能掌控未来100年的地球命运。好，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去，回到一切的起点。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矢波尼克1号。那个小小的金属球在太空中发出 BBB 的信号，传遍全世界。当时的美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整个国家都炸了。你要知道，那时候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较劲，结果苏联忽然跑到了太空里面，这等于是站到了美国人头顶上。1961年，苏联又干了一件惊天大事，把太空人加加林送上了太空，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美国彻底急了，当时的总统甘乃迪站出来，对着全国人民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大意是，我们要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再安全地带回来。这就是阿波罗计划的起源。注意，它的核心动机不是科学探索，不是为了在月球上挖矿，更不是为了在那里盖房子。它的核心动机就是一个字：赢。要在太空竞赛中赢过苏联，要让全世界看到，美国才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于是美国政府疯狂砸钱，在最高峰时期 NASA 的预算占到了联邦政府总预算的 4.5% 左右。什么概念？如果放到今天的比例来看，那是一个天文数字。数十万工程师、科学家、技术工人投入其中，整个国家的科技力量集中到了一个目标上：登月。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的登月舱鹰号降落在月球的宁静之海。阿姆斯壮踏出那一小步，说出了那句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全世界6亿人通过电视直播见证了这一刻。美国赢了，赢得漂亮，赢得彻底。之后，阿波罗12号、14号、15号、16号、17号，又有10个太空人陆续登上月球。他们在月球上开车、打高尔夫球、采集岩石样本、做实验。阿波罗15号甚至带去了一辆月球车，在月球表面开了好几圈。那个年代，人类对月球的征服看起来简直势不可挡。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的太空人塞尔南成为最后一个站在月球表面的人类。他离开月球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大概也没想到，接下来50多年，再也没有人类踏足那片荒凉的灰色大地。为什么停了？原因其实很现实。第一，太空竞赛已经赢了，苏联在登月竞赛中彻底失败，他们的 N1 火箭4次试射全部爆炸，载人登月计划被迫取消。既然对手已经认输了，美国继续花天文数字的钱登月，还有什么意义？国会议员们开始质疑，花这么多钱跑到月球上捡石头，不如把钱花在国内的民生问题上。第二，越战正在吞噬美国。19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越南战争越打越糟糕，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经济压力巨大，政府根本没有心思，也没有钱继续支撑这么烧钱的太空计划。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去月球除了证明我能去之外，实在找不到更多有经济价值的理由。月球上灰蒙蒙的一片，没有空气，没有水，温差极端，白天能到100多度，晚上降到零下170度。在那个年代的认知里，月球就是一个死寂的荒地，去了也只是看看风景，捡捡石头。所以阿波罗计划在完成了政治使命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了。
NASA 的预算被大幅削减，重心转移到了太空梭计划和国际太空站的建设上，人类与月球之间就这样断了联系，一断就是半个世纪。你知道这50年里发生了什么吗？月球并没有被完全遗忘，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阿波罗带回来的那380多公斤月岩和月壤样本，每过几年就会有新的发现冒出来。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越研究越发现，我们对月球的了解简直少得可怜。阿波罗任务只在月球赤道附近的6个点降落过，整个月球表面积大约380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非洲那么大，而人类亲自探索过的区域加起来还不到几平方公里。那就好比你去了一趟非洲，但只在开普敦的海滩上走了10分钟就回家了，然后宣布我已经了解非洲了。更让科学家们抓狂的是月球本身的存在之谜。月球的形成一直是天文学界最大的谜团之一。目前主流的理论是大碰撞假说，大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撞上了原始地球，碰撞产生的碎片在轨道上聚集，形成了月球。但这个理论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月球真的是碰撞产生的，那月球的成分应该和撞击体更接近才对。可实际分析结果却显示，月球的同位素组成和地球几乎一模一样，这怎么解释？还有月球的大小问题。月球相对于地球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在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当中，没有任何一颗行星拥有这么大比例的卫星。月球的直径是地球的1/4，质量是地球的1/80。如果你把太阳系里所有行星和它们的卫星排列出来，地月系统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而不是一个主人带着一个仆人。月球的潮汐锁定也很有趣，月球永远以同一面面向地球，这不是巧合，而是数十亿年来引力作用的结果。但这意味着月球的背面，也就是我们永远看不到的那一面，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直到2019年，中国的嫦娥4号着陆在月球背面，人类才第一次亲眼看到那里的真实样貌。结果发现月球背面和正面完全不同，背面几乎没有月海那种平坦的玄武岩平原，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陨石坑，地形崎岖得多。为什么正面和背面差异这么大？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中间这50年里，也不是没有人想过要重返月球。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提出过星座计划，想要重返月球，但被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取消了。奥巴马认为，我们已经去过月球了，没必要再去，应该直接瞄准小行星和火星。然后特朗普上台后，又重新把月球拿回来了。2017年正式启动了阿提米斯计划，这个计划在之后的几届政府中得到了延续，因为这一次重返月球有了完全不同于阿波罗时代的理由。好，故事讲到这里，关键的转折来了，是什么让人类在50年后忽然又疯狂地想要重返月球？答案藏在月球的2极。2008年，印度发射了他们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月船1号。这个探测器本身并不算多先进，但它搭载的一台由 NASA 提供的矿物绘图仪器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那台仪器的数据显示，月球的南极和北极的某些陨石坑底部存在大量的水冰。月球上有水。这个发现如同一颗核弹投进了全球航太界。你要知道，在此之前，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月球是完全干燥的。阿波罗任务带回来的月壤样本确实含有微量的水分子，但那被认为是太阳风作用的结果，含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可月船1号的发现完全不同，它指向的是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里大规模存在的水冰沉积物。为什么月球南极会有水冰？原因很简单，但也很巧妙。月球的自转轴倾斜角度非常小，只有大约 1.5 度，这意味着月球的2极几乎不会被太阳直射。在南极附近的一些深坑底部，阳光永远照不进去，温度常年维持在零下200多度。在这种极端低温下，数十亿年来由彗星撞击和太阳风带来的水分子，一旦落入这些永久阴影区，就再也蒸发不出去了。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大量的水冰沉积。后来的探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2009年 NASA 的 L-CROSS 任务故意把一枚火箭残骸撞向月球南极的一个陨石坑，然后分析溅射出来的物质，
结果在里面检测到了明确的水分信号。2018年，科学家们利用印度月船1号的数据，发表了更明确的论文，确认月球2极表面存在水冰，而且南极的储量更大。据估计，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的总面积超过 1.7 万平方公里，北极也有 1.3 万多平方公里。这些区域里到底埋藏了多少水冰？目前还没有精确数字，但科学家们认为储量可能达到数亿吨甚至更多。那水冰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水在太空中就是黄金，不，比黄金还珍贵。首先，水是生命之源，如果人类要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基地，太空人需要喝水，需要用水种菜、养鱼，维持基本的生命保障系统。从地球往月球运水，成本是每公斤5万到9万美元，一吨水就是5000万到9000万美元，你喝一杯水就是好几万块钱，这根本不可能长期持续。但如果月球上本身就有水，那一切就不一样了。太空人可以就地取材，开采月球上的水冰，融化过滤之后就能使用。其次，水可以分解成氢和氧，氧是人呼吸用的，氢和氧结合在一起又是火箭燃料。这意味着月球可以变成一个太空加油站，以后从月球出发去火星或者去更远的深空，不需要从地球带所有燃料上去，在月球上就能加满油再出发。这会让深空探索的成本降低好几个数量级。你想想看，如果月球真的能变成人类的深空中转站，那么谁控制了月球上的水冰资源，谁就控制了未来太空探索的命脉。但水冰只是月球宝藏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更加诱人，甚至可以说更加疯狂的东西——氦三。氦三是氦的一种同位素，它的原子核里面有2个质子和1个中子。在地球上，氦三极为稀少，总储量大概只有500公斤左右，每公斤的市场价格高达600万美元。为什么这么贵？你可能听过核融合这个概念，目前人类使用的核电站都是核分裂技术，就是把铀或钚的原子核劈开，释放能量。核分裂的问题是会产生放射性废料，而且有核灾风险。核融合则是相反的过程，是把氢原子核合在一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就像太阳内部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情一样。如果用氦三来做核融合，它的反应产物不会产生中子辐射，也就是说不会产生放射性废料，是真正干净的能源。科学家们估算过，100吨的氦三就能供应全球1整年的能源需求。而月球上的氦三储量估计高达110万吨，理论上可以供地球使用大约1万年。为什么月球上有这么多氦三？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也几乎没有磁场，太阳风中的高能粒子可以直接轰击月球表面，把氦三注入月壤的颗粒当中。经过数十亿年的日积月累，月球表面的土壤里就富集了大量的氦三。中国的嫦娥5号任务带回来的月壤样本里，科学家们甚至在月壤颗粒的表面玻璃层中发现了直径只有几十奈米的氦气泡，这为未来在月球上开采氦三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氦三核融合目前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人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可控的核融合发电，但是全球的核融合研究正在加速推进。欧洲的 ITR、美国的各种私人核融合公司，中国的东方超环都在朝这个方向冲刺。一旦核融合技术实现突破，月球上的氦三就将变成全宇宙最抢手的资源，它的总价值按照目前的估算超过300万亿美元。300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大约是目前全球 GDP 总量的3倍。除了水冰和氦三，月球上还有丰富的钛铁矿。钛铁矿可以通过化学反应生成水和可用的金属材料，是在月球上就地建造基础设施的重要原料。月球的表土本身也可以通过烧结或者 3D 列印技术变成建筑材料。换句话说，理论上你可以用月球上的东西在月球上盖房子。你现在明白了吗？月球不是50年前那个灰蒙蒙的荒地了，或者说它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但人类对它的认知完全改变了。月球从一个去过就算了的太空景点，变成了一座价值连城的太空矿山，一个深空探索的战略跳板，一个可能改变人类文明能源格局的超级宝库。理解了月球的价值，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忽然都疯了。
因为这不是什么浪漫的太空梦想，这是赤裸裸的资源争夺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场新太空竞赛里各方玩家都在做什么。先说美国，美国搞了一个阿提米斯计划，这是以希腊神话中的月神阿提米斯命名的。阿提米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子子，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很明确，阿波罗的续集。阿提米斯计划的目标非常宏大，不只是要再次把太空人送上月球，而是要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基地，实现人类在月球的永久存在，然后以月球为跳板，在2030年代把人类送上火星。这个计划的时间表我们直接说最新的进展。2022年11月，阿提米斯1号完成了无人绕月飞行测试，猎户座太空船绕月一圈飞了140多万英里后安全返回。2026年4月1日，阿提米斯2号任务成功发射，这是自1972年以来人类第一次载人飞往月球。4名太空人搭乘猎户座太空船进行绕月飞行，高达98公尺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从甘乃迪太空中心 39B 发射台升空的那一刻，全世界数百万人观看了直播。这是 NASA 有史以来发射过最重的火箭，现场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升空过程。社群媒体上到处都是人们激动的欢呼和泪水，连芝麻街的爱萌都发了一段跳舞影片来庆祝。NASA 提出了阿提米斯世代的概念，指的是那些亲眼见证人类重返月球、建立基地并前往火星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这个计划能激发全球新一代年轻人对太空科学的热情，就像当年阿波罗激励了一整代人投身科技一样。这个计划其实一波三折，原定2024年11月执行的载人绕月任务，因为猎户座太空船的隔热罩问题、氢气外泄以及氦气流动等技术故障而多次推迟，面临了巨大的预算压力和舆论质疑。但 NASA 坚持了下来，在解决了所有技术问题之后，终于让4名太空人成为自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第一批飞往月球的人类。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2027年，阿提米斯3号将在近地轨道进行太空人与登月着陆器的对接练习。2028年，阿提米斯4号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这一次，太空人要真正降落在月球表面，而且降落的位置是月球南极。为什么选南极？就是因为水冰。NASA 的目标就是在月球南极的水冰富集区建立第一个永久性前哨站。美国还在推动月球门户太空站的计划，要在月球轨道上建一个小型太空站，作为从地球到月球表面之间的中转站。同时 NASA 的商业月球筹载服务计划已经让民间公司开始往月球送东西了。2025年3月，美国民间公司萤火虫太空的蓝色幽灵1号成功着陆月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成功软着陆的商业登月器。更夸张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人在2028年重返月球表面，并在2030年前建立永久月球前哨站的初始设施，还指示在月球上部署核反应炉。你没听错，核反应炉在月球上，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已经写进美国总统行政命令里的东西。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也通过了新的 NASA 授权法案，批准了修改后的阿提米斯计划，明确要求在月球建立永久性基地。整个阿提米斯计划到2025年为止已经花了大约930亿美元，这是一笔天文数字。但 NASA 的官员说，投在这些太空系统上的每1美元都能给美国财政部带来3美元的回报。当然，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见仁见智，但至少说明美国政府认为这笔投资是值得的。再来看中国，中国的探月工程可以说是最稳扎稳打的。从2004年启动嫦娥工程以来，中国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嫦娥1号、2号完成了环月探测，嫦娥3号实现了月球软着陆和巡视勘察，嫦娥4号更是在2019年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2020年，嫦娥5号带回了1700多克月壤样本，这是自1976年苏联月球24号以来，人类40多年来第一次从月球带东西回家，那一刻全世界都震动了。而2024年6月，嫦娥6号更是完成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带回了将近1935克的月背样本。你要知道，月球背面因为通讯困难，着陆难度远高于正面，没有国家在嫦娥6号之前做到过这件事。中国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提前发射了鹊桥中继卫星，在月球背面和地球之间架起了一座通讯桥梁。这些月壤样本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中国科学家发现了月球第6种新矿物嫦娥石，一种磷酸盐矿物，呈柱状晶体，存在于月球玄武岩颗粒中。他们还通过样本的地质定年分析，把月球火山活动的结束时间推迟了大约8亿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月球内部在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晚的时候仍然是活跃的。月球并不是一个死了很久的天体，它的心跳停止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更重要的发现是关于水的。中国科学家通过分析嫦娥5号月壤颗粒最表层的氢与氘的比值，证明了太阳风高速注入月球表面的氢离子以每秒450公里的速度像子弹一样打入月壤颗粒的表层，与氧结合形成了水。研究还表明，月球南极区域的水含量可能比人们以往认为的还要多，而且这些月壤中的水通过力度分选和加热比较容易开采利用。这个发现对于未来在月球南极建设科研站来说意义重大。关于氦三，中国科学家也有突破，他们在嫦娥5号月壤的钛铁矿颗粒表面玻璃层中发现了直径5到25纳米的氦气泡。受此启发，科研人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氦三开采方法，通过机械破碎，在常温下就能提取气泡形式储存的氦三，不需要像传统方案那样加热到极高温度。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在月球上实现，将大幅降低氦三开采的能耗和成本。中国的下一步呢？2026年将发射嫦娥7号，2028年发射嫦娥8号，目标是在2028年前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而载人登月方面，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太空人登上月球。长征10号火箭、孟舟载人飞船、揽月着陆器都已经完成了出样阶段的主要工作。2026年2月，长征10号还完成了低空演示验证，与孟舟飞船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更远的目标，中国计划在2035年前建成完善型的国际月球科研站，在2040年前建设应用型月球科研站，形成多功能的月球基地。这个科研站的构想包含了核能和太阳能的供电配置，还计划进行月球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你发现了吗？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和中国的嫦娥工程目标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月球南极。两边都想在那里建基地，都想抢先占据水冰最丰富的区域。这就是新太空竞赛的核心战场。再看其他玩家，2023年8月，印度的月船3号成功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让印度成为继苏联、美国和中国之后第4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成功着陆的国家。印度总理莫迪兴奋地挥舞国旗庆祝。印度正在大力推进自己的太空计划，还计划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并与日本合作进行更多的月球探测任务。日本在2024年1月用 SLIM 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虽然着陆后翻倒了，导致太阳能电池无法发电，但日本因此成为第5个登月的国家。SLIM 探测器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精准着陆技术，能够在预定目标100公尺以内的范围着陆。这项技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但你要想想，以前的探测器都是在大概能降落的地方降落，现在变成了在想降落的地方降落。这对于未来精确开采月球南极陨石坑底部的水冰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日本更雄心勃勃的是后续计划，他们要研究月壤成分，尝试在月球上分解水来产生氧和氢，为长期探月做准备。尽管日本民间公司 aSpace 的韧性号在2025年6月登月失败，但日本已经宣布2027年将继续尝试。日本还和印度在合作探月任务，印度也计划在月船4号、月船5号等后续任务中继续探索月球南极。印度的太空计划近年来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除了月船3号的成功之外，印度在2025年1月还完成了2颗卫星的太空对接，成为继苏联、美国、欧洲、
中国之后第5个掌握空间对接技术的国家。空间对接技术对于月球探测至关重要，因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任务需要在轨道上完成太空船和着陆器的对接。印度正在积极推进加甘扬载人航天计划，要把太空人送入太空，为更远大的月球目标做准备。甚至韩国也没闲着，2022年就发射了月球轨道探测器。欧洲太空总署更是阿提米斯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提供了猎户座太空船的服务模组。以色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曾尝试过登月，全世界已经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月球淘金热。现在让我们跳出来看看更大的图景，这场新太空竞赛和50多年前的阿波罗时代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目的，阿波罗的目的是赢，是证明国力，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一旦赢了就没有动力继续了。而今天的重返月球，目的是利益，是实实在在的资源，是能源，是战略位置，是未来的太空经济。这种利益驱动是持续的，不会因为赢了就停下来。第二个不同是商业力量的介入，阿波罗时代是纯粹的政府行为，全部由 NASA 主导，而今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萤火虫太空、直觉机器公司，大量的民间企业加入了月球竞赛。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太空是政府的游戏场，民间企业想都不敢想，但马斯克和贝佐斯这些疯狂的企业家改变了规则，他们证明了太空探索不一定要靠政府大包大揽，民间力量同样可以造火箭、送卫星，甚至登月。SpaceX 的星舰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火箭，设计目标是单次运载100吨到月球，而且火箭可以重复使用30次以上。目标是把每公斤的运输成本从10万美元降到数百美元，这会让月球经济变得真正可行。NASA 的商业月球筹载服务计划就是这种公司合作模式的体现。NASA 不再自己造月球着陆器，而是向民间公司下订单，让他们负责设计、制造和运营。NASA 只是买服务，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成本，也激发了竞争和创新。已经有一家叫做 Interloon 的太空采矿公司，据说已经预付了3亿美元，订购了1万升月球氦三。他们计划在2030年初去月球采集氦三，包装成气体带回地球出售。每公斤氦三的价格是600万美元，每升大约2500美元。如果月球氦三开采真的实现商业化，那将是一个数以兆计的市场。根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全球太空经济的规模预计在2040年突破1兆美元，甚至有潜力达到1.5兆美元。月球将是这个太空经济的核心节点。第三个不同是法律和规则的真空。1967年，联合国签署了外太空条约，规定任何国家都不能宣称拥有月球，但是这个条约没有明确规定月球上的资源归谁。2020年，美国主导制定了阿提米斯协定，目前已有59个国家加入。这个协定表面上是原则宣誓，但实际上允许签署国在月球上设立安全区进行作业。有人批评说，这本质上就是在太空中圈地。中国则主导了另一套框架，就是国际月球科研站计划，拉拢了自己的合作伙伴来建立月球基地。于是你可以看到，月球上正在形成2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阿提米斯阵营和以中国为首的月球科研站阵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谁先在月球南极建立基地，谁就能先开采水冰和氦三，谁就在未来的太空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先到先得。规则是胜利者制定的，这和500年前欧洲列强瓜分新大陆的逻辑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这次的新大陆是月球。但我们还得再问深一层，如果仅仅是为了月球上的资源，其实可以慢慢来。为什么现在这么急？因为火星。 NASA 一再强调，阿提米斯计划的终极目标不是月球，而是火星。月球是去火星的练兵场，在月球上建基地，测试太空人长期生活的系统，测试在外星球就地利用资源的技术，测试太空辐射防护、电力系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有一天，人类能够跨出地月系统，抵达火星。火星比月球远多了，从地球到月球大约38万公里，飞3天就到了。从地球到火星
最近的时候也有5500万公里，飞过去要7到9个月。如果没有月球作为中间站加油补给，要完成火星往返任务，需要携带的燃料和物资量将是天文数字，任务风险也大到几乎不可接受。但如果月球基地建成了，能够在月球上开采水冰，生产火箭燃料，那太空船可以先飞到月球加满油，然后再从月球出发飞往火星。因为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从月球起飞所需的燃料远远少于从地球起飞。月球就是人类迈向深空的踏脚石。中国同样有火星的野心。中国的天问1号在2021年已经成功登陆火星，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作了一段时间。月球基地和火星探测是中国深空战略的2条腿，缺一不可。所以你看，月球竞赛的紧迫性不仅仅来自月球资源本身，更来自火星和更深远的太空。谁先在月球站稳脚跟，谁就能先向火星进军，谁就能在太空时代占据先机。说到这里，我想带你看看这场竞赛中那些令人惊叹的技术进步。因为50年前和今天的登月，在技术上几乎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阿波罗时代的电脑运算能力还不如你现在手上的智慧型手机。当年太空人在月球上最多只能待3天，而且完全依赖从地球带去的补给。那时候的太空衣笨重不堪，太空人在月球上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整个任务的容错率极低，一个小小的故障就可能让太空人回不了家。阿波罗13号的事故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今天呢，先说火箭。SpaceX 的星舰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火箭，高度将近120公尺，推力是阿波罗时代土星5号火箭的2倍多。更关键的是，它设计为可以重复使用。阿波罗的土星5号每一枚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进大海，而星舰发射后，助推器可以飞回来，精准地降落在发射台上。2024年10月，星舰的超重助推器成功被发射，塔上的机械臂接住了，那个画面震撼了全世界。可重复使用技术会把太空运输的成本降低1到2个数量级，这是让太空经济真正成为可能的关键。再说太空1， NASA 为阿提米斯计划开发了全新的探索舱外活动。太空1还和 Prada 合作设计，让太空1不仅功能更强，还要更好看。新的太空1灵活性更好，太空人在月球上的活动能力会大大提升，还有自主导航和精准着陆技术。阿波罗时代，登月舱的着陆精度是好几公里，太空人只能降落在差不多的地方，而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误差在100公尺以内的精准着陆，能够让着陆器降落在你指定的那个陨石坑旁边。这对于在月球南极的崎岖地形中找到水冰资源最丰富的位置至关重要。AI 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也将在月球上大显身手。未来的月球基地不会只靠太空人的双手来建造，大量的前期工作会由机器人完成，包括探勘、挖掘、搬运，甚至 3D 列印建筑结构。SpaceX 正在和 Interlong 公司合作开发模组化的月球采矿设备，利用 AI 导航机器人在月球表面自主作业，用磁筛选技术分离钛铁矿颗粒来提取氦三，甚至有人提出了电磁弹射系统的概念，在月球表面建设电磁轨道，利用磁悬浮消除摩擦，把开采出来的资源以每秒 2.4 公里的速度弹射出月球，然后在近地轨道用太空站接收。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已经有工程师在认真的设计可行性方案了。核电技术也是一个关键。月球南极的永久阴影区没有阳光，太阳能电池板在那里完全不管用。要在月球南极长期运作，就必须有核电。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已经明确指示，要在月球上部署核反应炉。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可以为月球基地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让采矿和加工设备24小时运转。你看到了吗？这已经不是50年前那个去月球插个旗子拍张照就走的时代了。人类现在想的是在月球上建工厂、建发电厂、建加油站，把月球变成一个真正的太空基地。而且不是几十年后的事，就在未来5到10年内，很多事情就会真实发生。但这场月球竞赛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隐忧。首先是技术挑战，不管计划说得多好听，
现实中登月依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2023年，俄罗斯的月球25号坠毁了。2024年，美国的有损号着陆器发射后就出了故障，根本没到月球就坠毁了。直觉机器公司的2次登月，雅典娜号和奥德修斯号都在降落时翻倒了。2025年，日本 eSpace 的韧性号着陆器也因为减速不足硬着陆失败，登月的成功率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阿提米斯计划本身也一再延期，原本计划2024年就要载人登月的，结果推到了2026年才实现了载人绕月飞行。真正的载人登月要等到2028年，而且很多专家对这个时间表仍然持怀疑态度。SpaceX 的星舰作为阿提米斯计划的登月着陆器，还需要完成大量的测试才能用于载人任务。NASA 自己的安全顾问都曾公开表示，星舰的载人着陆系统版本可能会再推迟数年。其次是成本问题，阿提米斯计划已经花了930亿美元，而真正的登月还在后面，整个计划的总成本估计会达到数千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各国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能不能持续投入这么多钱是一个大问号。第三是资源开采的实际可行性。开采月球上的水冰和氦三在技术上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月球的环境极端恶劣，真空、极端温差、高辐射，任何设备都要在这种条件下长期运作。开采1公斤的氦三需要处理大约20万吨的月壤，这在地球上都不是小事，在月球上更是难以想象。要把这些概念变成真正可操作的工程方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四是国际政治风险。月球竞赛本质上是大国博弈的延伸，美国和中国在月球南极的争夺可能加剧地球上的地缘政治对抗。联合国的外太空条约已经快60年了，很多条款已经跟不上时代。如果没有新的国际法律框架来规范月球上的活动，未来可能出现严重的冲突和纠纷。你想想看，如果美国和中国的月球基地建在离得很近的地方，两边的机器人在同一个陨石坑里抢水冰，会发生什么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月球环境的保护。一些天文学家警告，月球2极的永久阴影区不仅有水冰，也是天文观测的绝佳地点。那里没有大气干扰，没有光污染，没有震动，是建造天文望远镜的理想位置。如果大规模的采矿活动破坏了这些区域，人类可能在获得资源的同时，失去了一些珍贵的科学研究机会。有天文学家甚至用狂野西部来形容当前月球法律的混乱状态，警告说存在一种不良激励，鼓励先到者在其他人赶上之前疯狂开采。第五，也是最让人焦虑的一点，登月失败的代价。阿波罗13号的故事大家都听过，氧气罐爆炸差点让3名太空人永远留在太空中。他们靠着惊人的应变能力和一点点运气，才安全回到了地球。那是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地方，任何救援都无法及时赶到。未来的登月任务，太空人要在月球表面工作更长时间，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月球上没有大气保护，微流星体可以直接撞击太空人。月球表面的细微尘粒极其锋利，因为没有风化作用，会像玻璃碎片一样刮伤一切，对太空衣和设备造成严重磨损。月球上的辐射水平远高于地球表面和国际太空站，长期暴露会增加癌症风险。这些都是技术上能解决，但必须极其谨慎的问题。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人类为什么突然疯狂重返月球？原因可以归结为5个层次。第一层是科学发现的驱动，月球南极水冰的发现以及氦三储量的确认，让月球从一个死寂的荒地变成了价值连城的宝库。第二层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太空经济正在崛起，月球上的资源可能催生一个10000亿美元级别的新产业。商业力量的介入让登月不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有利可图的投资。第三层是战略竞争的驱动，美中2大国在月球南极的竞争，本质上是对未来太空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谁先到，谁制定规则，谁就控制了游戏。第四层是深空探索的需要，月球是去火星的跳板，没有月球基地，人类就很难实现火星移民的梦想。第五层也是最深的一层，是人类文明延续的本能。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面临着气候变迁、资源枯竭
小行星撞击等各种威胁，成为多行星物种是人类文明最终的生存保险。月球就是这张保险的第一步。回顾历史，50年前我们因为赢了一场比赛而离开月球，50年后我们因为更大的赌注而重返月球。阿波罗时代是一次短暂的冲刺，而阿提米斯时代将是一场马拉松。这一次，人类不会再离开，因为驱动我们重返月球的力量，不是一时的政治冲动，而是持久的经济利益和文明生存的终极需求。那位在1972年最后离开月球的太空人塞尔南曾经说过，我们不会是最后一批来到这里的人。他等了50多年，这句话终于要应验了。2026年，阿提米斯2号已经载人绕月飞行成功。2028年，人类的脚印可能再次印在月球表面。2030年前，中国太空人也可能站上月球。接下来的10到20年，月球上可能会出现多个国家的基地，机器人在自动采矿，太空加油站在运作，核反应炉在发电。月球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前哨站，变成地球文明向宇宙扩张的桥头堡。想想500年前，哥伦布的船队横渡大西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那时候没有人能想象，那几条破旧的帆船会催生出全球贸易、殖民帝国、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人类文明的走向。而今天，我们可能正站在另一个同样量级的历史转折点上。月球就是21世纪的新大陆，太空就是新的海洋。这一次的大航海时代，不是用帆船，而是用火箭；不是征服新大陆上的原住民，而是征服真空、辐射和无尽的黑暗。但和大航海时代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探索可能更加深刻地改变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当你站在月球上回望地球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颗悬浮在无尽黑暗中的蓝色小球，没有国界线，没有人种之分，甚至分辨不出任何一座城市。所有人类的历史，所有的战争与和平，所有的爱恨与荣辱，都发生在那颗小小的蓝色弹珠上面。阿波罗8号的太空人在1968年圣诞夜从月球轨道上拍摄了那张著名的地出照片，第一次让人类从外太空的视角看到了自己的家园。那张照片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照片之一，它催生了现代环保运动，让无数人意识到地球是多么脆弱，多么珍贵。也许，当更多人有机会从月球上回望地球的时候，我们会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只是宇宙中一颗微小星球上的一种渺小生物，我们之间的差异远小于我们的共同之处。月球探索不仅仅是一场资源争夺战，它也可以是一面镜子，让人类看清自己。有人会问，花这么多钱去月球，不如把钱花在解决地球上的问题不好吗？饥荒、战争、气候变迁，这些问题不是更紧迫吗？这个质疑很合理，但也许看问题的角度可以不同。太空探索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巨大的。阿波罗计划直接催生了集成电路、净水技术、耐热材料、食品保鲜技术等几百项民用技术。今天你用的手机里的芯片，你喝的过滤水，你穿的运动鞋底的材料，很多都可以追溯到太空技术的衍生产品。更重要的是，太空探索激发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人类的想象力和进取心。一个停止探索的文明，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文明。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能够利用月球上的氦三实现清洁和融合发电，那等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地球的能源问题。如果我们能在月球上建立稳定的基地，那就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备份。万一地球遭遇毁灭性的灾难，小行星撞击或者超级火山爆发，至少人类文明不会彻底消亡。从这个角度看，太空探索不是在浪费钱，而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保险策略。从此，地球 65% 的大型动物灭绝的历史不会在月球上重演，但我们必须警惕，不能带着地球上那种掠夺式开发的思维去对待月球。人类的故事从来不是安于现状，从非洲大草原到月球南极，从石器到核反应炉，我们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走得更远。不是因为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物种，那种仰望星空的冲动，那种想要知道地平线之外有什么的渴望，刻写在我们的基因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月亮的感觉吗？那个银白色的圆盘挂在夜空中，你伸出手想要去摸它，
可怎么也摸不到。中国人从古代就开始幻想嫦娥奔月，西方人则用望远镜描绘月球表面的每一个环形山。人类对月球的向往比任何太空计划都要古老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重返月球不是一个技术决定或政治决定，而是一个文明层面的必然。就像河水最终一定会流向大海，人类最终一定会走向星空。月球只是一个开始，月球的背后是火星，火星的背后是小行星带，小行星带的背后是木星的冰冷卫星欧罗巴和土星的卫星泰坦，那里可能藏着外星生命的线索。再往后是太阳系的边疆，柯伊伯带和奥尔特云，是恒星际的虚空。我们走出非洲花了10万年，征服地球花了1万年，现在我们要用接下来的几百年征服太阳系。月球就是这条漫漫长路上的第一个驿站。50年的停滞不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而是因为我们在等一个更好的理由，一套更强的技术，一个更大的舞台。就像一个猎人在草丛里屏息等待，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在等最好的出手时机。现在理由有了，技术有了，舞台也搭好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最强大的国家，最有野心的企业家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冲刺。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计划，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集体行动。月球，我们回来了，而这一次不会再走。